喂，姓林的，装死呢！老子押了一路，还没见过你这么能装的。起来！官爷，求您给口水吧，1天1夜没担水了，再不喝，老汉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水，水金贵着呢。朝廷拨的水是给老子润嗓子的，不是给你们这些贱骨头喝的。二哥，省着点嘛，这帮人死一个，咱们少压一个，乐得清闲。咱们到了雁门关交了人头，赏钱照拿，何必跟一群死人较劲？二哥消消气儿。这群泥腿子命比草贱，您犯不上为他们费唾沫。说的是，来，老子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金贵。剩下的，官爷，信不信我一巴掌扇的你跟那3个一样，永远闭眼？不敢，小的什么都没看。记住喽，在这条道上，谁的拳头硬，谁就是爹。算你识相，晦气！二哥，这鬼天气，今晚怕又要冻死几个。冻死了拖到沟里去，账上记个病亡，谁查得出来？睡你的觉！报复要趁对方最放松的时候，情绪会要命，耐心不会。这具身体太弱了，7天没进食，严重脱水。可我活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身体，是脑子。后生，你别冲动，这帮差役心狠手辣，咱们认命吧。熬到雁门关，兴许还有条活路。大爷说的对，林兄弟，忍一忍吧。咱们这些人命贱如草，犯不着为一口水搭上性命。大爷，你信不信，今晚你就能喝上水？你说什么胡话？这冰天雪地，水从哪儿来？林兄弟，你别说这种话，仔细让差役听见，又是一顿打。放心，今夜过后，能不能打人，可由不得他了。糊涂了，真是冻糊涂了。哎，可怜的后生。别挣扎，20洗就过去了。1洗，2洗，这一手，在末世我用过上百次，从没失过手。有家伙了！再来一台。你不就是个废物书生吗？你看错了，废物是被你们一路踩死的那个，我不是。放开！白天你泼掉的那口水，那个老头喝不上，现在我替他原样还给你。喝，我答应过你的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他们3个都是带刀的官爷啊！后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想活着走到雁门关的人。大爷，记住，这事是意外，他们喝醉了，冻死在雪地里，明白吗？明白。
老汉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林公子，这些干粮我们也能吃吗？能。从今晚起，谁也不许再饿着、冻着。但有一条，到了雁门关之前，谁多一句嘴，谁就是下一个躺在雪里的人。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后生，老汉这条命是你给的。往后到了雁门关，你但凡有用得着老汉的地方，刀山火海，老汉都跟你去。活着到雁门关就够了，别谢我，谢你自己这口气还没断。将军，昨夜那些流放队出事了，押送的3名差役没了。北境寒夜，没了几个克扣粮食的官差，不稀奇。这种事每年都有。将军，属下昨夜下午在附近，那3人不是冻死的，是被人杀的，被一个流放犯杀的。一个流放犯，个个饿得皮包骨头，拿什么杀3个带刀的差役？属下亲眼看着他动手。3个差役，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，前后不到1炷香。你亲眼看着，却没出手，属下一时竟没舍得出手。将军，那人身形枯瘦，病弱不堪，出手时却像一头在荒原上独自活了很久的狼。叶宵，你跟了我父亲20年，能让你说出没舍得出手的人，本将军还是头一回听见。后来呢？他换上死者棉袄，取了水和干粮，这本是常理。可接着，他把那些水和干粮分给了同队的其他流放犯，尤其一个白天求水不得的老者。他第一个把水囊扔了过去。杀人如此冷酷，却又在杀完人后分食给弱者。叶宵，你不觉得这2件事拼在一起，矛盾的近乎荒谬吗？叶宵，你说这样的人是敌是友？属下不敢断言，只是这样的人若为友，是雁门之福；若为敌，是雁门之祸。先看看他到了雁门关自己怎么选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卷宗记着，林晨，京城林氏获罪流放的子弟之一。林晨有意思。叶宵，继续盯着他，属下领命。慢着，他若在路上再遇凶险，你可以暗中搭帮手，但记住，别让他察觉。领命。带人来！这是京城逼的，说楚将军一介女子掌兵不合礼法，非要指门亲事把兵权交出去。楚将军这才以攻为神，撑过3招就招谁。可雁门关的兵都是他的兵，谁敢真上去迎他？林晨，到你了，报上姓名籍贯。京城林氏林晨，林氏流放犯，即日编入劳役营，服役10年，期满。能不能活到期满还两说呢。下一个。军爷，我要报名比武招亲。我原是京城林氏公子，被奸人陷害才获罪，自幼读过书，习过武。您让我露个脸，入赘楚府，脱了奴节，少不了您的好处。哪儿来的叫花子？想脱奴职？行，上台。只要你能在我手里撑过3招，我就准你去见楚将军。多谢军爷，多谢军爷。哎呦！这叫花子也想招亲？快看快看，又摔了！饶命啊！军爷饶命啊！我不招了，不招了！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丢人的。叶宵，那就是你说的那个人。正是。传令，今日擂台加一条规矩，凡新到的流放充军者皆可上台，赢过守军者免奴籍，自由择营。将军，
破例了，照做。将军有令，新到流放充军者皆可上台，赢过守军免除奴籍。可有人敢上？那个一直没动静的家伙，他站出来了。他要上台，那病天炎的样子，找死啊！哎，又是个想拖奴籍想疯了的，等着收尸吧。我赌他撑不过半招，跟刚才那叫花子一个下场。我上。小子，刚才那个我还没真动手呢，你这身板我一拳下去怕是要散架，趁早下去，别丢人。3招之内，你会想收回这句话。口气不小，既然不知好歹，别怪我。撑过3招，算你赢。赵爷，别真把那病书生打死了晦气。放心，老子有分寸。3招，让他知道天高地厚。什么？我的手怎么使不上力？这怎么可能？一招，那是赵铁山啊！守军里数1数2的好手。我没看错吧？快掐我一下！赵铁山那一身横练功夫，3、5个汉子近不了身的。这病书生，他到底是什么来路？管他什么来路，这一招够咱们雁门关吹3年了。我卸得下，也接得回，不伤你筋骨。你卸我骨头时干脆利落，接回来竟也分毫不差。这是杀人练出来的手，不是比武练出来的。这一台我赢了。好功夫，是我赵铁山有眼无珠。这一台你赢了。这位兄弟，敢问尊姓大名？赵某从军12年，今日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。凌晨，一个流放的罪人。流放？什么罪？说出来你也帮不上。这台我赢了，告辞。就凭你这身手，迟早是这雁门关的一把利刃。利刃不利刃，要看握刀的人配不配。配不配？好大的口气！叶宵，你说的对，他不是练家子。这世上，只有在无数次生死搏杀里活下来的人，才能练出这样的功夫。叶宵，传令下去，他的卷宗我要看最详细的那一份，京城林氏获罪的来龙去脉。将军是怀疑他的身份？一个流放的书生，会卸骨，会潜行。叶宵，你说他真的只是个书生吗？我要见他，现在。你就是凌晨？擂台上那一手在哪儿学的？自己琢磨的。赵铁山从军12年，大小战阵无数，你一招制住他，告诉我是自己琢磨的？将军信不信，与我无关。是将军定下规矩，赢了守军可免奴籍，自由则赢。我赢了，如此而已。你这一身功夫埋没在流放犯里，可惜了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免你奴籍，赐你府中职位。你若愿意入赘楚府，从今往后便是我楚云兰的人，荣华富贵、军中前程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拒绝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拒绝入赘。你再说一遍。我拒绝入赘。你可知道，多少人为了我这一句话，能把头磕破？那是他们，我凌晨的头只磕给值得的人和事，不磕给富贵。你可知道，你拒绝的是什么？多少人做梦都求不来这份恩遇。正因为它太大了，所以我接不起。将军，我是流放的罪臣之后，是奴籍。今日我若靠入赘攀附将军一步登天，这关城上下会怎么看我，又会怎么看将军？他们会说，雁门女煞招了个吃软饭的赘婿，说我凌晨踩着将军的颜面往上爬。将军一介女子，扛起整个北境防线，靠的是威信，是人心。我若入赘，
看似我得了好处，实则是把将军的威信拿去给我自己铺路。这种事我不屑做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不要将军的恩赐，我要凭自己的本事挣一个清白的出身。所以，请将军不必免我奴籍，让我以服役之身编入军中。我要去赤搜营。你疯了？斥候营是什么地方？你知不知道？那是去送死。放着入赘将军府的青云大路不走，竟主动要去那个鬼地方。我知道，可只有在最危险的地方，才能最快地立下别人无法抹杀的功劳。将军给的富贵是别人的施舍，我自己挣的军功，才是谁也夺不走的清白。好，我准了。从今日起，流放犯凌晨编入雁门关赤袭营，效力军前。多谢将军，告辞。将军要拦下他吗？不必，让他去赤袭营。是龙是蛇，那地方自会替我试出来。将军，属下从未见您对一个人这般上心。比这里危险10000倍的地方，叶萧，我竟有点想知道他到底经历过什么。那个一招放倒赵铁山的流放犯，放着将军府赘婿不当，自己要求去赤收营，疯了吧？到手的荣华富贵不要，非去拼命。你们懂什么？人家这叫有骨气，不吃软饭，要凭真本事挣前程。林晨，凭什么是你？同样是流放犯，同样姓林，那个被我踩在脚下的废物转眼成了英雄，连将军都亲自召见许以入媚，而我却被人人耻笑。光有骨气有什么用？这世道靠的是人脉，是后台。林晨，你去斥候营拼命吧，等你死在敌境的时候，我林浩已经攀上高枝了。岳父大人，小婿原是京城林氏贵公子，不过被奸人陷害。林家在京城的根基还在，通天的人脉也在，只要熬过这几年，必有东山再起之日。你这话倒说到我心坎里了。我虽长着军须，却非楚将军嫡系，处处受他节制，正缺个能搭上京城关系的人。岳父明鉴，您要外援，小婿要靠山，这正是天作之合。您看小婿这般诚心，又得令你轻眼，这门亲事……好，这门亲事我应了。日后你我翁婿同心，这雁门关未必只有姓楚的说了算。岳父，那林晨去了斥候营，九死一生，咱们何不再添一把火？军需的命脉在我手里，要他生，要他死，不过一句话的事。岳父英明，小婿这条命往后就是岳父的了。凌晨啊凌晨，咱们走着瞧。听说了，你就是那个不要将军府赘婿，非来我们这送死的愣头青。小子，擂台上赢一场，不代表你能在斥候营活下来。瞧他那身板，风一吹就倒，能干啥？队长，别让他拖咱们后腿就行。喂，你蹲那儿翻什么呢？这把刀的刃口卷了，劈砍时容易崩，得换。这根绳子内里朽了，关键时刻会断人命。这袋干粮受了潮，再放2天就发霉，事后在敌境拉肚子是会死人的。这刃口的暗痕，这绳子里头的锈烂，连我这个干了20年的老斥头都没第一时间发现，你只扫一眼就全看出来了。小子，你以前干过斥头？算是吧。行，明日卯时跟我出关巡查烽燧县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去溜溜就知道了。队长这是认这小子了？能让队长收起脸色的，这还是头一个。我看这小子不简单，你们没瞧瞧他翻装备那眼神，跟咱们队长当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一个样。明天烽燧县一趟，是真本事还是花渣子，就见分晓了。喂，新来的，明天可是要出关的。出了关，刀子不长眼，你这身板可别第一个就为了北蛮人的剑。放心，为剑的
不会是我。新来的还挺横，行，明儿个我倒要看看你的真本事。行了行了，都少说两句。明天出关，是死是活，路上见真章。睡觉。走了半天了，腿都酸了，快到3号峰体，到那儿歇口气儿。这鬼地方年年走，啥事儿没有。队长，歇会儿吧。停下，都别动。怎么了？前面那座烽火塔，这个时辰该生火造饭，却没有炊烟。守军已经死了，风里有血腥味，还有尸体腐败的甜腥气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准？还有那里的草，导防方向不对，不是风吹的，是被人趴过压过的，痕迹很新，有埋伏。队长，下令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全体戒备，散开，隐蔽。果然有埋伏，是北蛮的探子，他们摸了3号风阁，杀了守军，在这儿等咱们。队长，7、8个，咱们才5个，慌什么？背靠背，护住2翼。凌晨，你眼神好，盯着侧面，别让他们包抄。放心，包抄的是我。他一个人绕过去了，疯了不成？别管他，守住阵脚。男麻子，都给我杀光，一个不留！弟兄们，援军不会来，咱们只能靠自己，跟他们拼了！漠视独行猎杀的精髓，不与你正面硬拼，专挑你最脆弱的时候，给你致命一击。凌晨，今天是你救了我们全队的命，要不是你那一嗓子，咱们5个全得交代在这片草田里。兄弟，要不是你，我老张这条命就没了。你就是我老张的救命恩人。林兄弟，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分内之事，下回别再松懈。这荒原上松懈一次，就够死一回的了。岳父大人，赤溪营那个林晨仗着会几手拳脚很是猖狂，连10队长都让他3分。听说他口出狂言，说斥候营的老兵都没本事，迟早被他比下去。这要传开了，岂不坏了岳父治下的规矩？竟有此事！一个流放犯也敢在我管辖的范围里张狂？岳父掌管全军居需，斥候营的吃穿用度都得从您这儿过，要不把他们的供给稍微调整一下，也好让林晨明白，在这雁门关，谁才是真正能决定他死活的人。是该让那些骄兵悍将知道，谁管着他们的饭碗。小旭，这事儿交给你去办。哎，您就瞧好吧。林晨，你不是有骨气吗？你不是要凭本事吗？我倒要看看，发了霉的干粮，生了锈的破刀，你拿什么去野外凭本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军需官，你们这是要害死我们斥候营吗？石队长，话不能乱说，库里就剩这些，爱要不要？这可是周副将亲自吩咐的。欺人太甚！发霉的干粮，生锈的破刀，这是让我们拿着烧火棍去送死！肯定是那个林浩在他岳父面前嚼舌根，除了他，谁这么针对咱们？林晨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他们这是要断咱们的活路啊！队长，别气了，断不掉。发霉的干粮不能吃，生锈的刀不好用，这是事实。可咱们是赤头营，是这雁门关最能在野外活下去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
一群最能在野外活命的人，会被几袋发霉干粮饿死，会因为没好刀就不会打仗了。干粮发霉，咱们就自己去野外猎。这北境荒原上，有的是野兔、野鹿、山鸡，新鲜的肉比没干粮有营养的多。刀生锈了，咱们就自己磨自己修，实在不行，从敌人手里抢。北邙人的弯刀可是好东西，痛快！受了这窝囊气，还不如自己挣口硬气饭。那个林浩仗着老丈夫作威作福，咱们偏要活得比他滋润，气死他！他们想用断补解逼咱们低头求饶，可咱们偏不。咱们不但不求饶，还要靠自己的本事让所有人看看，断了补给的斥候营活得比谁都好。说得好！咱们斥候营什么时候靠过他们的施舍，自己打猎，自己磨刀？老子们在野外讨生活，还能被这点破事难住？凌晨说的对，弟兄们，操家伙，跟我打猎去！哈哈哈哈！今晚就吃顿好的，气死那帮孙子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断了他们的补给，他们竟吃的比谁都好。林晨，好得很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一次算你走运，可这军需的命脉捏在我岳父手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嚣张到几时。林兄弟，你说那林浩还会再来害咱们吗？他不足为虑，真正要来的不是他，不是林浩，那是谁？你是说北边？今天那支北蛮赤袭是百人队的前哨，他们摸风塞、探红石，不是为了几个人头，是为了大军南下铺路。你凭什么这么笃定？8个赤袭，配2张硬弓，3日干粮，还带着北蛮百夫长的腰牌。这不是巡逻，是探路。探路的后面跟着的就是大军。大军！趁这几天多猎些肉，多磨些刀，能多备1分，就多1分活路。我这就去报与将军知道。弟兄们，从今夜起加倍戒备。昨儿个烽燧县那一仗，林晨救了咱们全队的命，这事儿我认。可救命是救命，本事是本事。探搜营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只会嘴皮子的。队长说的对，一次聚景算他运气好，谁知道是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？就是，野外跑斥候靠的是脚力，是眼力，是10几年熬出来的命。他一个京城来的病书生，跟咱们比，那就比哦，就凭你一句那就比，小子，斥候营比的不是嘴硬，那就用这张图比。将军把他交到斥候营，你们看了20年，可曾真看懂过他？这条溪谷，图上标的是可涉水，但溪口那片草色发黑，是常年积着腐叶的暗沼，人马踩下去，半个时辰就陷到胸口。真要过河，得绕上游3里那处石滩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图我看了20年，从没注意过溪口的草色。草会说话，颜色、党服、枯荣。都在告诉你脚下的地是死是活，在野外看不懂这些的人活不长。乖，听见没？草会说话。我跑了15年探头，今儿头一回听说草还能说话。邪门儿！可他说的溪口暗沼，去年咱们还真陷进去过1匹马。水上功夫谁不会？有本事今儿个野外巡查，你给咱们带路。带错一步，我第一个陷进去。走吧。这小子走路的姿势，每一步都像在防着脚下突然窜出什么东西。这不是练出来的，是吓出来的。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活过命？乌鸦不会无缘无故惊飞，前面200步的灌木后面有东西。哼，200步外灌木后有东西？你眼睛能拐弯啊？眼睛拐不了弯，可乌鸦的眼睛能。又停？几只破乌鸦也值得你大惊小怪？他们替我看了。北蛮探子，不是，是血腥味，淡的，混着松枝，是兽，一头受了伤的狼，或者更大的东西。就凭风里那点味儿，你当你鼻子是猎犬？别动，找准这里，一刀就够。
你怎么知道要砸他眼睛？又怎么知道一刀就能要他命？受伤的兽最疯，但也最怕再受伤。打他眼睛，他本能偏头护眼，颈后就露了出来，那是他全身唯一一刀能致命的地方。我这条命今儿是捡回来的。林兄弟，你说往哪儿走？我老李往后绝不多问半句。算我一个，生前是我嘴臭，林兄弟别往心里去。我刚才不该那么说，林兄弟是我有眼无珠。不必，野外不认人情，只认本事。今天是头猪，明天可能就是北蛮人的刀。都听见了？从今往后，野外巡查，凌晨打头。谁再敢嚼舌根，先问问自己，能不能在3息内放倒一头疯猪？又是发霉的，上个月就是这些破烂，这个月还来，你们当我探私营是叫花子？石队长，火气别这么大，库里就这成色，全军都一样，您去跟周副将说理去。发大霉的干粮，生锈的刀。林晨啊林晨，上个月你带人打猎倒是出了风头，这个月我看你拿什么去野外？浩儿，赤溪营毕竟是云岚的兵，做得太过，怕落人口实。岳父放心，粮食真发了霉，刀是真生了锈，账目上半个字的破绽都没有，这叫天灾不叫人祸，谁也挑不出错处。也罢，让那些骄兵悍将知道知道，谁才是攥着他们饭碗的人。岳父高明，等大旱再重险，全城都得仰着您的鼻息要水要粮。到那时，别说一个斥候营，就是楚云岚。住口！这话烂在肚子里。林晨，你又笑。队长，他们以为断了咱们的好刀好粮，就能逼咱们低头，可他们忘了一件事，咱们是斥候营，是这关里最不靠发下来的东西活命的人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没粮喂不了人，正好拿去诱兽。袖刀砍不动敌人，正好回炉重铸。从今天起，咱们立一条规矩：斥候营的肉自己猎，斥候营的刀自己磨，缺什么从北蛮人手里抢。好，我老张第一个赞成。与其受那窝囊气，不如自己挣口硬气饭。就这么办，弟兄们！从今往后，咱们赤头营断了他周副将的供给，照样活得比谁都精神。叶宵，多少天没下雨了？回将军，37天。城外的几条溪流已经断了2条，深井的水位一日比一日低。北境从未有过这样的大旱，再这么下去，不等北蛮来攻，咱们自己就先磕垮了。将军，属下还查到一事，趁凑营这2月的军需，被周副将以库存不足为由，克扣的只剩梅粮袖刀。周副将，他倒是会挑时候。说下去，可奇怪的是，斥候营非但没有怨声载道，反而士气高涨。他们自行狩猎，自磨兵器。那个林晨，把一桩刁难变成了练兵。又是他。传他上城头。凌晨，参见将军。你的赤协营被克扣了军需，你不来告状，反倒带人打猎，打得风生水起。凌晨，你就不怕本将军以为你赤头营有余粮，往后更不发了？将军若真这么想，那赤头营本就不配吃将军发的粮。好一张利嘴。那本将军问你，这场大旱你怎么看？将军，恕我直言，北蛮人等的就是这场旱。放肆！军情大事，岂容你一个流放犯妄言？让他说，本将要听的从来是有用的话，不是好听的话。人渴了能忍3日，马渴了3日就废。雁门关靠的是骑兵和深井，旱情越重，咱们的井越浅，北蛮人就越敢压境。他们在赌咱们先没水。将军，他说的与斥候营探回的北蛮异动分毫不差。凌晨，你这双眼睛看的不只是脚下的草。
周副官令，斥候营第3小队即刻前往北境独帐沼泽，探查北蛮百人赤号队的渗透路线，限3日内回报。独帐沼泽，那是什么鬼地方？瘴气弥漫，沼泽吃人，进去10个回不来8个。让咱们30人不到的小队去探一支百人精锐。这是借刀杀人，准是那个林浩，他岳父发令，他在背后捅刀子，这是要咱们全队的命啊！岳父这一招妙啊！独帐沼泽北蛮百人队，让凌晨那群人去送死，就算他们侥幸不死，碰上北蛮精锐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咱们的手半点不沾血。军令如山，他凌晨抗命便是死罪，遵令便是去死，横竖逃不出我的手心。凌晨，你不是有本事吗？你不是要凭真本事挣前程吗？这一次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从那片吃人的烂泥里再爬出来。林晨，这军令明摆着是个死局，咱们抗令还是遵令？遵令。什么？他们以为独帐沼泽是埋葬咱们的坟，可在我眼里，那是埋葬北蛮百人队的坟场最好的口袋。你是说，越是死地，越能反杀？沼泽吃人，可他分不清吃的是咱们还是北蛮人。明天我带路，咱们不是去送死的，咱们是去请君入窝的。我就说嘛，林兄弟出马哪有死局？弟兄们，怕个鸟！跟着林兄弟，咱们去那烂泥塘里捞他一票大的。好，我这就去点齐人手，备好藤索竹竿。林晨，这一仗全听你的调度。林兄弟，这地方阴森森的，瘴气有毒，咱们真要进去？这片沼泽看着死气沉连，其实底下活着，哪里的泥能踩，哪里的水有毒，哪里一脚下去就是墨斗的陷坑，都有规律。规律？这一眼望过去全是烂泥水洼，你看得出来？你们看，水面冒细密气泡，颜色发黑的，是毒水淤积，碰不得。水面平静，有水草贴着边长的，底下是石泥，能落脚。记住我插的标记，错一步，没人救得了你。凌晨，北蛮那支百人队真会从这儿过？会。他们要摸雁门关虚实，最短的路就是穿过这片沼泽东缘。他们仗着人多有向导，根本想不到会有人在这死地里给他们设套，让这片沼泽替咱们动手。前面那处洼地，地势最低，毒气最浓，泥层最薄，那就是口袋的底。林兄弟，你这脑子，把这吃人的烂泥，横生生改成了一座活的沙阵。不是我改的，是这片沼泽本来就会杀人，我只是告诉他该杀谁。我算是服了，同样一片烂泥，在咱们眼里是催命的鬼门关，在林兄弟眼里是一盘能赢的棋。少废话，手脚麻利点。绳结都给我系死了，等会儿一拽就是一条人命，松一个都不行。这破地方真能过去？误了大汗的军机，本将剥了你的皮！将军放心，小的走过100遍。您看那片，水草贴边，泥土发实，踩着那条道，半个时辰就能穿出去。现在动手？不，等他们走到洼地中央，前后都陷进毒气最浓的地方，想刀锋贴地，再等等。有诈！接阵，快退！就是现在，拉绳！有种出来真刀真枪的干！
躲在暗处算什么英雄？真刀真枪，你带百人精锐摸我雁门关后路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真刀真枪？战场上能赢的法子就是好法子，我从不跟要我命的人讲什么英雄。收啊！林晨，不杀他们，杀了他们只是100具尸体，活戳他们就是雁门关最缺的100个壮劳力。对传令，撒网，一个不许漏。100个北邙精锐，颤头营把人活着抓回来了！我的老天！不到30人的小队生擒北邙百人队，但个个毫发无伤，自己一个没死，这是神仙仗啊！那个打头的是林晨，就是擂台上一招发倒赵铁山的林晨。姑爷，不好了，事后营回来了，还压着100个活的北蛮俘虏，一个人都没少。不可能，督帐沼泽，北蛮百人队，他怎么活着回来的？还生擒了100个废物！本将让你借刀杀人，你倒好，给那林晨送了一份天大的军功，这是滔天大功，瞒都瞒不住。岳父，岳父救我！救你？你自己惹出来的祸，自己收拾。30人不到，生擒北蛮百人精锐，51伤亡。凌晨，你告诉本将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回将军，没有硬拼，借毒瘴沼泽的地利设连环陷阱，摆明天然的口袋，把他们困死在毒气里，等他们没了力气再生擒。为何不杀？百人精锐留着是隐患，杀了是100具尸体，为了沼泽；活着是100个能扛石、能挖井、能修城的壮劳力。将军，眼下大旱，雁门关最缺的不是敌人的人头，是能干活的人手。将军，此子不杀俘，反取其用，这份心思与远见，已非寻常武将可比。好一个活着是壮劳力！凌晨，你这颗脑袋比100个北蛮人头金贵得多。这北蛮百夫长是块硬骨头，软硬不吃，一个字都不肯吐。北蛮大军的会虚实全在他身上。凌晨，你可有办法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想从本将嘴里掏一个字，做梦！把帐内的火盆撤了，给他松绑，换最舒服的褥子，再端一碗热汤来。啊，这……照他说的做。怎么，想用怀柔那一套？没用。我不审你，你好好睡。你这是何意？不打不骂，只是不让他睡。人最熬不住的不是皮肉之苦，是不让你睡。1夜不睡，人的心气就散了3分；2夜不睡，再硬的骨头也会自己说话。这叫剥夺睡眠，比烙铁管用，还不留伤，不落口实。这等不动声色就能瓦解人心的法子，你又是从何处学来的？将军，再等1夜，明早他自己会求着跟你说话。不打不杀，只凭一个不让睡，就想撬开北蛮悍将的嘴，属下从军半生，闻所未闻。你见过的刑是逼人怕死，我用的法子是逼人怕活着，哪个更难熬？明早见分晓。我什么都说，别再吵了，让我睡，求你们让我睡一会儿。不费一兵一卒，不动一刑一杖。凌晨，你这个人到底还藏着多少东西？10万大军，他们在等深井干涸。凌晨，依你看，咱们还有多少时日？看天，再有半月里不下雨，深井见底。咱们要么在这半月里找到水，要么守不住。城中存粮尚可支撑，
可水深井一日浅过一日，这才是死结。这里黑渊深潭，土上标剧毒之地，飞鸟不渡。那是百里外的死潭，潭水有毒，传说连岸边的草木都不生，从无人敢进。怎么，你想打那潭水的主意？毒水，有时候是死路，有时候是活路，要看是谁去取。凌晨，咱们并肩打了这么多仗，会卸谷，会前行，会不沼泽杀阵，会不动声色的瓦解俘虏心法。你的每一样本事都不像读书人该有的，你身上处处是谜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是谁？将军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让雁门关赢，能让城里的人活下去。你可知道，你越是不肯说，本城就越想知道。有些事知道了是负担，将军要赢这场仗，不需要这个负担。好，我不问了，但我信你。将军，您当真要把整座雁门关的安危压在一个来历不明的流放犯身上？叶宵，我接管雁门3年，看错过很多人，但这一个我没看错。他要的不是富贵，是清白。一个把清白看得比命重的人，不会害这座城。这场仗，我楚云兰与你并肩。将军，这场仗我不只是为了那个清白，也是为了和这座城里值得守的人。报！北蛮大军压境了！我的老天，这得有多少人？将军，黑压压一片，旌旗连山，怕是有10万之众啊！10万，咱们雁门关满打满算能拿到的不过2万，这怎么打？10万，他们果然等到了这场旱。城里的深井还剩多少水？回将军，3口竹井已干涸，仅剩的1口，水位也到了井底，至多再撑5日。5日，将军，10万大军围城，城里又没水，这仗没法打了。依末将看，不如趁北蛮立足未稳，弃城南撤，保存实力，再图后继。弃城！这道门一开，北蛮铁骑长驱直入，身后就是千里沃野，万千百姓。你让我弃城，是让我把整个北境拱手送给北蛮？可没水怎么守？将士们渴都渴死了，拿什么打仗？将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雁门关在，我楚云兰在。雁门关破，我楚云兰便以身殉官。今日我把话撂在这儿，再有敢言弃城者，与此案同罪。属下誓死追随将军，与雁门关共存亡。汉侯营全体听将军号令，人在关在，人在关在，誓死守关。凌晨，你也在，说说斥候营探到北蛮虚实，可有破绽？回将军，北蛮10万是实，可他们的命多不在人多，这一点与咱们一样，谁先解了渴，谁就能赢。将军，不好了，伤口没水清洗，已经溃烂感染，3日内就发了热病，这是要起瘟疫的征兆啊！再没有干净的水，整座伤病营都得完。热得这么烫，军医没有别的法子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精错要水，煎药也要水。可如今城里一滴干净水登不出来，老朽无能为力呀！水，给口水。娘，俺想喝水，就一口。俺这伤是不是治不好了？俺还想回家看俺娘一眼。治得好，一定治得好。你给我撑住。凌晨，你来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没水的下场。我能斩裂暗台，能堵住周树将的嘴，可我斩不出一滴水来。将军，热病靠的是伤口溃烂传人，眼下没有干净水，至少要做3件事。把发热的和没发热的隔开，免得交叉传染。把溃烂最重的伤口用烈酒带水清葱，再把死者和秽物远远的烧埋掉。烈酒清葱，隔离防传。这法子老朽闻所未闻，可细想竟暗合医理。将军可以一试。你连治瘟防疫都懂。在那个地方，瘟疫和敌人一样，都能杀光所有人。不懂，就活不下来。这位赤头兄弟，你说的隔离、烈酒清荒，当真管用？老朽行医40年，怎从未听？明早便见分晓。管不管用，照我说的做，能多活一个是一个。你总是一针见血，可这水……将军，水的事给我3天，你只管把商营营按我说的法子撑住，把城守住。
我何尝不知？可这百里之内早就没有一滴活水了。堂堂雁门守将，连半囊水都凑不齐。将军，夜深了，该歇息了。歇息。叶宵，我闭上眼，满脑子都是伤兵营那些求水的眼睛，都是城头将士干裂的嘴唇，我怎么歇？将军白日里那一剑斩得军心大振，将士们都说有将军在，雁门关就塌不了。他们信我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也只是个凡人，我能拼命，能死战，可我变不出水来。夜宵，5日之后，井干了。这满城的人，将军，我爹战死那年，把雁门关交到我手里，我守了3年，从没怕过北蛮的刀剑。可我头一回觉得，我快撑不住了，不是怕死，是怕辜负了这满城信我的人。将军，您不是一个人，这满城将士，还有赤搜营那个人，都在陪您扛着。赤搜营那个人，凌晨吗？是，属下总觉得那个人身上藏着连这场大旱都困不住的东西。困不住的东西。夜宵，你说这世上真有那样的人吗？能在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，硬生生劈开一条活路？属下不知，但属下愿意信一次。凌晨，这么晚，你不在颤搜营来做什么？将军，我来递军令状。凌晨，你可知道你在写什么？这百里之内一滴活水都没有，你拿命立状子是要去哪里取水？黑渊深潭。黑渊深潭，那是百里之外的死地，潭水剧毒，飞鸟不渡，连岸边的草木都不生。你去那里，不是取水，是送死，我不准。将军，城里还能撑5日，我去一趟黑渊，来回3天，赌赢了满城火，赌输了不过是我一条流放犯的命，这笔账划算。划算。凌晨，在我这里，你的命不是一条流放犯的命可以算的。凌晨，打了这么多仗，从雪夜反杀到独爪擒敌，再到今夜这一纸军令状，你身上每一样本事，每一个决断，都不像一个流放的书生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凭什么敢去那片死潭取活水？将军，我是谁？等我把水取回来，你自然会明白。凌晨，万一你回不来呢？那将军就当从没收过一个叫凌晨的流放犯。但我向你保证，你只需要守住这5日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剧毒，飞鸟不渡。这潭水里的毒是经年累月沉积的重金属和腐毒，寻常人别说取水，靠近半个时辰就得中毒身亡。难怪百年无人敢进。也好，越是没人敢碰的地方，越藏着活命的东西。末世给了我7年的炼狱，也给了我这身能逆转生死的本事。3阶水系异能，净化。水是有生命的，这潭底沉了多少年的毒？今日我替他洗个干净。能饮，够全军喝上很久了。将军，你守住了城，现在轮到我把活路给你送回去。鲶鱼，这毒潭里竟养着这么多大家伙，是潭水净化惊动了他们。原来这潭水百年不枯，是你们在底下撑着。这些东西肉质肥茂，毒已被我净化清除，一条少说千斤。这哪是凶兽，
这分明是雁门关最缺的。天降军粮，水系异能，清河，水能载舟，亦能禽兽。1条，第2条，3条，都给我上岸来！甘泉、巨鱼，雁门关眼下最缺的2样，齐了。你们在这毒塘里憋了不知多少年，今日跟我去雁门关，能救活整座伤兵王。将军，见底了。将军，您都看见了，井干了。林晨那个流放犯立什么军令状去取水，到现在3天了都没回来，分明是畏罪潜逃了。将军，再不南撤，咱们就真的全完了。林兄弟是去给全城取水的，他要逃，犯得着立军令状吗？他一个流放奴籍的贱命，立张状子算什么？畏罪潜逃的人还少了。你拿你那肚肠亮林兄弟的心，也不怕脏了林兄弟的清白？你安的什么心？放肆！反了你们了！一个流放犯也值得你们这样维护？他要真取回水来，我把这颗脑袋拧下来！够了，凌晨是去给全城取命的，我把雁能关交给他赌这一把，错了，我担。但在他回来之前，谁也不许再说半个逃字。凌晨不会逃，他立的是军令状，赌的是全城人的命。我楚云阳信他。将军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……周副将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他若3日内回不来，军法处置，我亲自动手。但在那之前，谁要再敢动摇军心，休怪我的剑不认人。凌晨，你说过让我守住城，守住这5天，我守住了。可你究竟在哪里？将军，您快看，官道上有车队，是林兄弟回来了。他真的取水回来了。真的是水，清的，甜的。咱们有水了，雁门关有救了！我家娃娃2天没喝水了，这下有救了，有救了！林兄弟万岁！赤侯营万岁！将军，活水30车，足够全军和满城百姓饮用半月；巨鱼数10条，肉质肥美，足够伤兵营和将士们饱餐补气。军令状上的话，我林晨做到了。你个不要命的，一个人闯死坛，你知不知道弟兄们都快急疯了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林兄弟，你可是咱们赤头营的命根子。你真的把水取回来了？这3天我守在城头，看着那口井一点点见底，这周家将一遍遍逼我弃城。我对自己说，凌晨一定回来，可我心里也怕。让你担心了，但我说过的话从不食言。你这水是从黑渊深潭取的，那潭水剧毒，你是怎么……将军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答应过你，等仗打完，亲口告诉你。我等着。我说过让你守住城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，凌晨，你这个人……不可能，死坛取水，这不可能！就是这老东西，方才还逼着将军弃城，还说林公子是逃兵。呸！没有林公子，咱们早渴死了。这种人也配当副将？周副将方才说，我若取回水，要把脑袋拧下来。这话我可记着呢。我脑袋我暂且替你留着，但这军需扣动摇军心的账，将军迟早会跟你算。饶命！将军饶命！有水了，有水了！伤兵营有救了！将军，有了这干净的活水，轻轻退热煎药，瘟疫就能压下去了。这是救命的水呀！先紧着发热最重的，还有那几10条鱼，立刻煮了，给伤兵和守城的弟兄补气。这一仗，光有水不够，还得有力气。哎，老朽这就去办。
凌晨，城内已然恢复，可城外仍是10万大军。你说这一仗怎么打？将军，您看北蛮的营帐，他们的营地乱了。大汉困着他们，比困着咱们更狠。他们远道而来，水源全靠就地取给，可这方圆百里早被晒干。他们10万人马，数万战马，每日要喝多少水？他们赌咱们先渴死，可如今先渴垮的是他们。所以你那30冲水，不只是救了城，更是救了军心，乱了敌心。水一进城，咱们就从等死变成了反击。这一进一退之间，胜负的天平已经倒了。怪不得这2日北蛮大营连个像样的攻势都没有，原来是渴得没力气了。我说呢，感情这2日他们不是不想打，是渴得打不动。将军，凌晨所言极是，北蛮一旦找到水源，缓过劲儿来，咱们就再无此良机了。人马俱渴，军心已乱，这个时候他们最怕的就是咱们突然杀出去，一支饱饮甘泉、士气如桐的精锐，对一群军心浮动的疲兵。将军，这一仗不在守，在攻。好，本将军等的就是这句话。雁门关的儿郎们，咱们饱饮了甘泉，吃饱了肉，养足了力气。城外那群北蛮渴得连刀都快握不稳了。今日不守了，开城门，随我杀出去，把这群虎狼赶回他们的草原老家去。将军，我陪你。好，并肩。专冲他们的中军帅旗，帅旗一倒，10万大军自溃。正合我意，夜宵护住2翼，石头带赤行撕开缺口。不可能！雁门关的井早该干了，他们哪来的力气？把这群孙子赶回草原去！别杀！水，给口水，我们投降。走啊！打不过了！这2日的窝囊气，今天全给老子撒出来！撤！快撤！中军后撤！全军后撤！想撤，晚了！夜宵，断他后路！今日不把这10万大军打疼，他们明年还来！得令！哈哈哈哈哈！将军威武，林兄弟威武！今日这一战，够咱们雁门关扬眉吐气10年！杀！把这群孙子赶回老家去！传我将令，玄甲军追出100里，把他们彻底赶出北境，叫他们10年不敢南顾。这些俘虏怎么处置？依军法，败军之俘。将军，别杀。哦，这一战俘虏数万，杀了是数万具尸体，徒增戾气。大旱过后，雁门关的城墙要修，干涸的鬼渠要挖，饮水的水利要建。这数万俘虏就是数万个现成的，不要军小的壮人力。化敌为攻，变废为宝。凌晨，你这颗脑袋里装的东西，总能让我刮目相看。好，就依你传令，凡放下兵器的北蛮降卒，一律生前押回雁门，充作战后劳力。凌晨，这一仗，你救了整座雁门关，这份天大的功劳，本将军定要向朝廷为你请一个天大的封赏。封赏倒不急，我要的那个清白，眼下总算是挣到了。就只为了清白2个字？起初是，可现在也为了这座城里和值得守的人。哟，林兄弟这话可不像只说成啊！我看呐，林兄弟守的是咱们将军。石头，老张，贫嘴。不过这一仗多亏有你，凌晨，雁门关记你头功，我楚云兰也记你一辈子。
姑爷，外头都传遍了，将军要公开赐婚，把那个流放犯林晨招进将军府，听说就定在3日后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千真万确，将军府都开始挂红灯笼了，全城都说林晨这是要飞黄腾达了。赐婚，将军要嫁给那个流放奴籍的贱种。夫君，那林晨不也是流犯吗？怎么转眼就成了将军的乘龙快婿？哼，还不是这次北蛮退兵，他跟在将军身边捡了个漏，占了天大的便宜。什么取水，什么退敌，定是将军的功劳记在了他头上。这个林晨命怎么就这么好？浩儿，消消气，一个赘婿罢了。将军看上的是他那点蛮力，又不是真把他当回事。岳父说的是，吃软饭的赘婿，说到底也还是个赘婿。可恨的是，他林晨入赘将军府，风风光光，倒显得我林浩矮了一头。那夫君的意思是，他3日后办婚宴，我也3日后办，而且要办得比他更大更风光。岳父，您在这雁门关人脉广，把全城最大的醉仙楼给我包下来，广发请帖，把城里有头有脸的官将富商全请来。哦，你这是？我要让全城人都看看，他林晨的婚宴是靠女人施舍的，我林浩的婚宴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岳父的人脉撑起来的。到时候他那边门可罗雀，我这边宾客盈门，谁高谁低一目了然。我要把他林晨彻底踩在脚下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，有志气。这钱岳父出了，就依你，把醉仙楼包下来，办他一场雁门关从没见过的大宴。多谢岳父，有岳父这棵大树，何愁不能压占林晨一头？夫君这场喜宴办得风光，妾身脸上也有光呢。林姑爷放心，全城最好的厨子、最好的酒，小店都备齐了，保管您这场喜宴是雁门等头一份的体面。那是自然，我林浩办事要的就是体面。请帖都发出去了，城里有头脸的，一个都不能落下。都发出去了，只是姑爷有件事儿，小的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，那些个收了请帖的官老爷、富商们答应的倒是痛快，可小的瞧着他们神色有些古怪，似乎都在观望什么。观望什么？观望我林浩攀上了周副将这棵大树，前途无量呗。他们是怕来晚了，巴结不上我。可姑爷，小的总觉得不踏实。那将军府的赐婚，规格似乎也不低。规格再高，也是个吃软饭的赘婿。我这是堂堂正正娶妻，他那是上门入赘，能比？少在这儿长他人志气。林浩这是疯了，非要跟林晨同一天办喜宴，还包了醉仙楼，摆明了要压林晨一头。他懂什么？这次北蛮退兵，里头的门道深着呢。我听将军府里的人透了点风，林晨那退敌之功，怕不是天大的，连京城都惊动了。正是，所以这2场喜宴，咱们谁也别急着站队。林浩这边应了帖子，去露个面就走。将军府那边才是真要紧的。老哥高见，这水深得很，咱们还是骑墙观望，谁也不得罪为妙。林晨啊林晨，3日之后你就等着在我这满城瞩目的盛宴面前颜面扫地吧。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嚣张。哼！3日后的婚宴，府里一切从简。我楚云兰不喜铺张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将军在哪儿，哪就是体面。牌上是给别人看的，我不在乎。听说林浩那边包了醉仙楼，广发请帖，要跟咱们同一天办，卯足了劲儿要压你一头。由他去，狗咬狮子，狮子犯不上回头。你倒是看得开，换了别人，被人这样当众挑衅，早就坐不住了。在我眼里，林浩蹦得越慌，摔得越惨，我何必去拦着他？凌晨，今日没有外人，我问你的那句话，你答应过我，仗打完亲口告诉我。如今北蛮已退，你该告诉我了，你到底是谁？
那身取水退敌的本事究竟从何而来？将军，我来自一个早已毁灭的地方，在那里，没有王法，没有军队，天地间只剩下杀戮和挣扎。我活了7年，靠的就是一身在绝境里磨出来的本事，杀人的本事，和让人活下去的本事。早已毁灭的地方。我知道，这话听着像疯话，将军可以不信，但我能保证的是，从我反杀差役那夜起，到取水退敌的今日，我对雁门关、对将军，从无半分虚假。我要的，从头到尾，只有一个清白的出身，和一个值得我用命去守的人。我信你。你是谁，从哪儿来，我不在乎了。我只知道，眼前这个人，是雁门关的恩人，是我楚云兰愿意托付的人。将军，都要拜堂了，还叫将军？云兰800里加急，钦差大人到！圣旨到！京城来的钦差，这个时候。夜宵，可探到风声，回将军，事发突然，仪仗规格极高，绝非寻常旨意，怕是与这次北蛮退兵的战报有关。凌晨，你的战报，我半月前便以600里加急送往京城，如今钦差亲至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你早料到了？不流血伏敌数万，这样的战功，京城不可能没有反应。我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又恰好是今日。乖乖，这阵仗，800里加急的钦差，多少年没见过了。听说是为了北蛮退兵的事儿，咱们雁门关要出大事儿了。你看，钦差的仪仗直奔将军府去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去将军府看看，这等大热闹，错过了可就没了。哎，王主簿，你这是去哪儿？我的喜宴马上就开席了，请帖你不是收了吗？林姑爷，改日，京城钦差到了，正往将军府去宣旨呢。这等大事，谁还顾得上？失陪。钦差宣旨往将军府去，这跟林晨有什么关系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北境大旱，北蛮趁危压境，举10万之众围困雁门，社稷危如累卵。幸有意下临臣，临危不惧，深入死地，取活水以济三军，活满城军民于绝境。是林公子，说的是林公子，对，就是林公子取的水，要不是他，咱们全城早渴死了。尤为难得者，临臣用兵如神，大破北蛮10万之众，驱敌100里，不流血而伏敌数万，化干戈为劳力，全将士之性命。此乃旷古未有之奇功，仁勇兼备之大义。朕闻战报，龙颜大悦，特阅丞相之意，亲下此旨。其一，林氏一门蒙冤流放，今查明有功于社稷，即日起免除林臣一切奴籍罪籍，官复原职，还其清白之身。其二，林臣退敌救民，功勋卓著，特加封3等中勇伯，赐黄金1万两，御书忠臣良将金匾1方，以彰其功。封伯爵了，林公子封伯爵了，咱们雁门关出了个大英雄。其三，闻林臣与雁门守将楚云兰情投意合，并肩退敌，传为佳话。朕特准2人婚事，赐婚联姻，望尔等同心同德，永镇北疆。钦此。臣楚云兰接旨，谢主隆恩。罪臣不，臣林臣接旨，谢主隆恩。林伯爷，快请起。陛下口谕，伯爷乃国之栋梁，往后还望镇守北疆，再立新功。臣定不负圣恩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林晨他真的被封了伯爵。姑爷，您别激动，小心您的手。不可能，他一个流放犯，怎么就封了伯爵？千真万确呀，姑爷，圣旨都当众宣了，林公子免了奴籍，官复原职，还封了3等中勇伯，御赐黄金1万两呢。这会儿满城的人都往将军府道喜去了。那个林姑爷，我忽然想起家中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对，我也是，改日再来给姑爷贺喜。告辞。
哎，你们这就走了？我的喜宴还没开席啊！林姑爷，这席面恕在下没这个福分销售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告辞。为什么？凭什么是他？我攀了周副将，包了醉仙楼，广发了请帖，我什么都准备好了。为什么风光的是他，丢人的是我？这不公平！林姑爷，您的伤心小的理解。不过这满楼的席面、酒水、彩绸，一共是这个数，您看是现结还是？这么多？姑爷，全城最好的席面，最贵的酒，您点的时候可是眼都没眨，这账总是要结的。我哪有这么多钱？岳父会替我结的。林浩，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你害死我了！岳父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消消气儿，这事儿……消气？你让我怎么消气？那林晨是亲封的3等伯爵，是官复原臣的功臣。你今日包了醉仙楼，明摆着跟他打擂台争脸面，这是要把我周家往火坑里推呀！岳父，我也不知道他会封伯爵啊，我是为了给您长脸。长脸？你长的哪门子脸？你这一出等于当着全城的面跟亲封的伯爵叫板，我周家几十年的脸面全让你这蠢货丢尽了。岳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给我惹了天大的祸！克扣探贼营军需的事，是你撺掇我干的。如今林晨成了伯爵，将军要是借这事翻旧账，我这副将的乌纱帽还保得住吗？我周家满门都要被你害得万劫不复！爹，您消消气，夫君他也不是有意的。不是有意的，我看你是诚心来拜我周家的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信了你这京城来的花言巧语，把女儿嫁给你这么个扶不上墙的烂泥。岳父饶命！岳父饶命啊！我以后再不敢了。饶命！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我周家的姑爷。我这就去将军府请罪，能不能保住性命，看将军的意思。至于你，滚去后院，把伯爵府把这醉仙楼的公桶给我一个一个刷干净，刷不完别想吃饭。我的靠山，我的脸面，我的一切都完了。林兄弟，不，伯爷，俺老师今天高兴。想当初你刚来斥候营，俺还瞧不起你，如今你成了伯爷，还娶了将军，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！伯爷，将军，俺老张敬你们一杯，愿你们百年好合。咱们斥候营往后跟着伯爷，那是要扬眉吐气喽！伯爷，俺老石别的不会说，就一句，往后你指哪儿，俺赤松云的弟兄就打哪儿，刀山火海，绝不皱一下眉。对，誓死追随伯爷。石头，老张，兄弟，今日没有伯爷，只有兄弟。这杯，我敬探搜营所有出生入死的弟兄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今日的凌晨。恭喜伯爷，恭喜将军，百年好合。云兰，伯爷，如今得偿所愿，封了爵，娶了我，可还有什么遗憾？遗憾，曾经有过。我来这世上时，孑然一身，背着流放罪人的身份，心里只想着挣一个清白，便也罢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清白挣到了，爵位有了，可这些都不及身边坐着的这个人。云兰，我漂泊了太久太久，久到几乎忘了安定是什么滋味。是你，让我这颗一直在绝境里挣扎的心，第一次落了地。
凌晨，这3年，我一个人扛着雁门关，扛着千军万马，从没敢在任何人面前露过半分软弱。是你来了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有个人能并肩，是这样的踏实。往后，无论是这雁门关，还是天下的风雨，我都陪你一起扛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相爷，雁门关的消息确凿了，陛下绕过您，亲下圣旨，免了林氏奴籍，加封林臣3等中永伯，还赐了忠臣良将的金匾。林氏当初是老夫一手将他林家打入流放的，一个该死在流放路上的废物家族，竟出了这么一号人物。相爷，那林臣退敌救民，如今胜券正隆，又娶了手握兵权的楚云兰，这一文一武盘踞北境，怕是日后会成为相爷的心腹大患啊！哼，心腹大患，你倒是看得明白。属下不敢，只是这林臣崛起的太快，又来路不明，不得不防。心腹大患，一个边关的毛头小子罢了。他以为挣了个清白，封了个伯爵，就能高枕无忧了。他林晨在边关那点不流血俘敌数万的把戏，瞒得过陛下，瞒得过满朝文武，却瞒不过老夫。一个流放的书生，哪来这般通天的本事？这里头必有蹊跷。相爷的意思是，一个来历不明、本事通天又手握兵权的人，盘踞在国之门户，是忠是奸，可由不得他自己说了算。老夫经营北境这盘棋已有10年，岂能容他一个外人坏了大局？传令下去。相爷请吩咐。唤醒老夫埋在雁门关的所有暗桩，老夫倒要看看这个搅了一池春水的林晨究竟是真龙，还是一条该被斩断的毒蛇。你看，城里又有了人气，水渠在修，城墙在补。凌晨，这一切都是你带来的。是咱们一起带来的，只是云兰，安宁来得越快，越要警惕。你是说京城？将军、伯爷，属下正要禀报，这几日城中出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生面孔，打探的都是伯爷的来历和行踪。属下查过，他们的路子指向京城。果然，京城的人是丞相，当初将林家打入流放的正是他。如今你官复原职，加封伯爵，等于当众驳了他的理。能把整个林家轻易流放的人，绝不会容许我这个漏网之鱼安稳地待在他经营多年的北境。我封伯的那一刻，就等于在他的棋盘上落了一颗他没料到的子。那依你看，他下一步会如何？先派暗桩刺探虚实，摸清我的底细，摸不清就会动手，构陷、栽赃，甚至刺杀。这是苗堂里最常见的手段。伯爷所料，与属下查到的暗桩动向分毫不差。什么？那狗丞相还想对伯爷下手？俺这就带赤旗营把那些京城来的探子一个个揪出来。石头，稍安勿躁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对付这种盘踞苗堂、深谋远虑的对手，靠的不是蛮力，那靠什么？靠的是比他更冷的头脑，更狠的耐心，和一群真正可以把后背交付的人。丞相想把我当成一条该斩断的毒蛇，可他忘了，我从一个比他这苗堂凶险1万倍的地方活着走出来。他想要的这场风暴，那就让他来。我林晨从不怕任何风暴，我只会让掀起风暴的人自食其果。伯爷放心，属下这双眼睛会替您盯紧每一个京城来的影子。赤此营全员待命，谁敢动伯爷一根汗毛，俺第一个撕了他。好，从今日起，雁门关明里是太平，暗里枕戈待战。这场仗，我依旧与你并肩。好，并肩。